原本已经看到胜利曙光的俄军部队面对突然大举增兵的巴赫穆特乌军守军，从心理上肯定是有点不知所措的。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忠诚 Talk。最近被誉为战场绞肉机的巴赫穆特战场战况不断更新。根据最新消息乌军已重新集结了4万兵力，准备和外围的俄军再来一次拼死较量。此前，按照俄军的进攻势头这场持续8个多月的战斗应该是要在3月份落下帷幕的。不过，随着乌军4万援兵的到来，战场局势风云诡谲，胜负又变得难以预料了。每前进一步，俄军都要付出代价。这句话用来形容俄军对巴赫穆特的进攻一点也不为过。为了彻底瓦解城内乌克兰守军的防线俄军近期是加大了进攻力度，双方的战斗进行的是异常惨烈。乌克兰宣称仅3月10号这一天便取得了击毙击伤521名俄军的战绩，而俄军呢也表示在这一天消灭了210名乌克兰军队士兵。基辅军事观察员证实在瓦格纳北线冲锋队的猛烈攻击下，乌军通往巴赫穆特的最后一条主要补给线已经被切断了，乌军只能被迫选择乡间小路活动。原本已经看到胜利曙光的俄军部队，面对巴赫穆特守军的突然大举增兵，从心理上肯定是受挫的。按照俄罗斯观点报3月12号的说法是瓦格纳的士兵已经突进到距离巴赫穆特市政府大楼仅 1.2 公里的地方了。该市东部地区也完全处于瓦格纳的控制之下，可以说俄军就差那么一点点就能拿下整个巴赫穆特了。希腊媒体报道称乌军的4万援兵里有不少是刚从西方接受完培训归国的精锐部队，士气正盛。乌军前线士兵发视频称这场战斗将会比斯大林格勒战役更惨烈，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其实在是否死守巴赫穆特这件事上，美乌两国是存在分歧的。美方认为将过多的战争资源放在一座城镇上，和俄军上演惨烈的城市攻防战是不理智的，这会影响接下来的春季攻势，削弱乌军反击的能力。因此呢，在美国高层眼里巴赫穆特的战略意义并不突出。但是以泽连斯基为代表的许多乌克兰高层领导则认为，巴赫穆特虽然不起眼，但是位置却十分重要。它是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东大门，距离基辅仅200公里。一旦被俄军完全占领，那基辅将无险可守。从此番增兵就可以看出泽连斯基似乎不愿意再受西方摆布，华盛顿的意见也不再受重视了。泽连斯基为何要死守巴赫穆特呢？除了地理位置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旦乌军弃城而逃，俄军必定将其作为一次重大的胜利来进行宣扬，那泽连斯基对内也就没法交代了。美西方届时看待乌克兰的态度也会改变，会重新定义乌克兰的优先级。要知道据最新的民调显示，美国民众现在只有 48% 同意继续援助乌克兰了。更要命的是一旦西方在援乌问题上有所收敛，对泽连斯基来讲将是灾难性的。因此，即使泽连斯基意识到了巴赫穆特是一场消耗极大的守城战，他也要打下去，为自己树立一种不愿意屈服的强人形象。但是这样只会迫使俄罗斯投入更多的兵力，乌克兰最后的生力军恐怕也行将覆灭。到那时，泽连斯基该如何呢？好，各位网友，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欢迎大家留言评论，我们下期再见。